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2月4号星期三清晨5点41，还有4分钟集合。今天的课表是321，就是3公里、2公里、1公里。虽然这周末跟下周末都是有比赛，但是这2个比赛都是决定以赛代练、轻松跑，而且想多拍摄一下。奈良的赛道有好多好吃的，有奈良特色那种寿司，就是叶子包那种，还有那种糯米团的那种红豆汤，好像我还没太仔细看，回去研究研究。然后所以今天就不减量，就这周都不减量，也不减强度，下周也是，也不调整饮食，什么都不调整，就顺其自然的去跑。然后今天穿的是，看，阿迪达斯Adizero的 Pro 4，今天是他的第一次这种快速的强度课，但是我们那条路太黑了，路灯太暗了，比这儿得黑好多，所以可能不一定能拍很多。321的节奏比较快，但是今天你们看我带2个相机，今天训练完跟大家聊聊拍摄的小技巧，好吗？还有我总结的心得，用这个相机用了好多年了。行，那就不多说了，还有3分钟了，我们赶紧去集合。刚跑完2公里，就是3和2已经跑完了。我不能离镜头太近，都有哈气了。但是你们看还是太黑了，最后1公里就拍个什么都看不见吧。前面那个3跟2跑得特别快，刚才那2公里平均是3分25。走。到。嘿，到。到。
3分13。nice。哦，はい。それはやばい。ナイス。ナイス。めっちゃ強いやつ。ナイス。あ、ナイス。はい。啊，クリスマス。一会儿给大家去看那边的圣诞树啊。最后1公里3分13，还可以吧？这位就是跳皮舞的大叔。来，马基萨。来，李老外萨。今天适中，今天的训练感受是适中。nice， 来到 nice。38くらい。多少338。338，最后1公里哦。来看看大文先生，最后1公里3分38。啊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哈哈。小伙伴们来看看这个大阪城的圣诞装饰，每年都有，至少是去年有，前年我还不在。看，他这儿特别写，你们看，就这些装饰是用大阪城的采集的，可能是修剪的或者是坏掉的树木来做的，就这些。这晚上是要亮灯的，早晨不亮灯。就在烘焙店的边上，这儿就是这个烘焙店。小伙伴们看大阪城的日出，刚结束强度课，再慢跑几公里回家。刚才的3公里、2公里、1公里，中间间隔2分钟多一点。第一个3公里平均配速3分28，第1公里出去就3分27，然后第2公里减了一点，减到3分35，第3公里又加上来，然后2公里那组是3分25，第1公里是3分25，第2公里3分24，平均3分25，最后那个1公里3分13。而且今天不是太累，虽然最近的训练强度还是挺大的。这双阿迪 Zero 的 Pro 4经历了2次大课，一次是刚穿上那天的30公里，平均配速4分04，加上最后的冲刺，最后冲刺大概是3分35到3分45之间。然后就是今天的绝对速度，今天这种就是绝对速度，跑在阈值更快，最后1公里跑在冲刺的速度上，差不多就这样。这双鞋我的判断跟评价是，我觉得像我这种技术动作的选手穿上去还是挺合适的。它和 Nike 还有惊叹3还有特步160 X 6.0 Pro 不一样。如果从硬到软来排，我觉得最硬的是特步，然后第二是这双鞋和惊叹，然后第三可能是 Nike， 咱们就说 Vaporfly 系列，阿尔法 Fly 我穿的不多。这双鞋的特点是向上的力量没有惊叹和特步那么大，但是向前的感觉要大，就是它跑起来让我更不自觉的会前倾一些，这是这双鞋的特点。像今天这种训练就是拉高 LTR， 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乳酸阈值，就那个数，那个值，如果你超过它，你的乳酸就会大量堆积。
我看我的那个曲线图就是这样，在 LT2 的时候是交叉点，然后过 LT2 就一下就往上涨，所以在乳酸阈值这个附近，基本上高车的小伙伴说，就算是吉普乔格，差不多也就是1小时左右就顶不住了。这是一片梅花的林子，到秋冬的时候特好看。有好多小伙伴问我跑步拍摄的事儿，你们看，我就用这个，头上一个，还有一个。然后这个的好处是，它2个可以共用一个本体那个外壳，所以如果要买的话，像我就是一个本体就是一套，然后再单买一个这个头摄像头就可以。我还有一个那个闪传伴侣，你看到的第一视角这画面，我的2只手是完全解放的，就不管是比赛拿个水，还是我怎么着干点什么都不影响，就是不用手里直拿东西。这次奈良我打算在手里再拿一个运动相机，应该是这样。但是你说想冲成绩的比赛，肯定是这样更方便。大家想记录跑步就可以考虑看看播放框下边或者置顶的评论，这个感觉还行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分享强路客心得，还有这双阿迪达斯 Pro 4，还有拍摄。然后昨天的节目大家的评论弹幕我都看了，我还在跟高车的小伙伴们探讨和研究，回头给大家反馈哦。一个晚上我还有元気元気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。大阪奈哦良台北台北大阪哦神戸東京哦，拜拜。石川先生要参加东京马拉松。行，那咱们训练后再聊了。哎，12月4号星期三清晨7点03，又冷身了一个5公里回来。今天还是很成功的一场训练，而且这双鞋感觉跑速度对我来说也还不错。这双鞋可以考虑变成我的常驻鞋。尺码来看呢，就是这双我穿40半 ，Nike 我也是40半，惊叹3我也是40半，10X 6.0 Pro 我是40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这几个比下来呢，惊叹3的余量更大一些，这双小一些。特步呢，因为号不一样，就不说了。这双和 Nike 的基本上，我觉得内长差不多，可能这双稍微的比 Nike 还多一点点余量，就是这样。然后今天也跟大家说说这个相机，看这个相机还可以哈。还是那句话，关于昨天那个节目测试那个节目，我还会再认真的去研究一下，再通过结果再和高知的小伙伴再讨论，再看看怎么去结合高驰本身给的那个数据再聊，好吗？等我做功课再跟大家汇报。大家的评论和弹幕的疑问呀、讨论呀，我都看到了。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开心的周3早晨的大人的早训练。咱们下回再见。